去日本环球影城的家长要注意的一件事，小心不要让你家的孩子和我的儿子一样得到东崎刚症候群。今年暑假的尾声，小孩准备要上国小了，特地带他去了一趟日本的环球影城。因为没有去过环球影城任天堂园区的经验，所以看了很多人的分享影片与介绍，要如何入园，要怎么抽入园券之类，也有请教 GPT 大神要怎么安排一日入园的行程。最后我选择的内容是购买确定入园券进入任天堂园区，然后依照 GPT 的介绍去排任天堂园区一定要游玩的项目。依照推荐的内容有东崎刚的疯狂矿车、马里奥赛车库巴的挑战书。游戏内容是头戴 AR 眼镜，开着马里奥赛车吃金币。耀西冒险，耀西冒险的内容是坐着耀西环绕整个任天堂园区，观赏园区风景。能量手环的关键挑战。这一项挑战要购买手表才能玩，然后在园区收集3把钥匙后，就可以挑战库巴 Junior。因为我没有买快速通关券，所以每一项设施都需要排队。如果不想排队的家庭，非常建议购买快速通关券，不要浪费时间在排队。园区很大，小孩的体力有限，所以事前最好是计划顺路的游园路径。减少来回在园区走动的时间，也可以节省体力的消耗。我的路线是入园后先去小小兵乐园游玩，小小兵疯狂乘车游与小小兵疯狂任务成为大坏蛋之路，然后再看 No Limit 夏季泼水游行，看完后再走去任天堂乐园准备入场，大概是下午1点的时间。入场后就一直在任天堂乐园，在任天堂乐园玩到晚上8点，我们才离开环球影城。现在我要说那个东崎刚啊，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。我以为很像是类似士林儿童新乐园的云霄飞车加大版，高低落差不会太大，速度不会太激情，但其实是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。因为轨道都在建筑物里，其实在排队的时候你是不知道高低落差是很大的，其中一段的高度体感高低落差应该是超过3层楼的高度。我忘了我的儿子饭团他有严重的惧高症，当我们坐上矿车后，爬坡的轨道声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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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他心里应该是死亡倒数。矿车爬到最高点后，开始向下俯冲，一路就是尖叫和爆哭结束这趟搭乘。园区也是很贴心，下车出口旁边有个安抚情绪的小房间，里面有一大堆和饭团一样被骗上去坐矿车的小孩。那个安抚情绪的小房间，根本是受害儿童集中营，每个哭的都比饭团还要惨。我想说这件事应该在日本好好安抚情绪就结束了。事情结束了吗？错了。回台湾后，我每天都在面对比东崎刚矿车还可怕的云霄飞车。就是我骑摩托车的时候，现在只要超过30公里，它就会坐立难安的在前座躁动。经过机车地下道，躁动值还会放大2倍。因为躁动，所以会摇晃摩托车。对我来说，其实比东崎刚矿车还要恐怖啊！所以我现在骑车的时速都只能保持在30公里以下。早上经过地下道，我车后面都会卡一堆摩托车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未来打算带小孩去环球影城玩的朋友们，你家的小孩有惧高症的话，要好好想清楚适不适合哦，不然就会像我一样，骑车载小孩的时速只能保持在30公里啦。如果你家有惧高症的孩子，请在下面留言+1，也可以分享你带小孩去游乐园玩失败的经验哦。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